我的小米苏7在高速公路上爆胎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上一期我不是在株洲赛道开了2圈小米苏7吗？但是刚刷完之后，我就得立马收拾东西走人，因为我要赶上第2天浙赛的会员日。我当时甚至连轮胎都根本来不及换，就上了高速了。然后呢，就出意外了。我太惨了，兄弟们！我在从株洲前往浙江国际赛车场的路上，经过一个匝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大坑，然后我的车直接从那碾过去，右前轮直接爆了，当时砰的一声。然后屏幕上面就出现了其他轮胎2.9的胎压，但是右前轮是0胎压，我就知道爆胎了，然后迅速把车靠边，然后三角牌架上。但是更惨的是，右后轮也不行了，我带大家来看一下。你看，右前轮已经完全爆了，废。右后轮也好不到哪去，你看这儿长了一个大奶子，然后这里还裂了，完了这条胎也废了。Cup2R 的确是不能跑高速，但是这次爆胎呢，确实跟是不是 Cup2R 真的没啥关系。高速上面的这个拖车来了。本来呢，我是想叫一个免费的拖车，保险的拖车，拖回到株洲赛道换胎就行。但是高速的路政部门居然不允许保险公司的免费拖车上高速拖车，只能让高速路政指定的这个救援拖车来救援。那于是呢，我就只能就近找了一个最近的高速出口，让他们直接在那儿放我下，大概6公里左右。他们收了我280，拖车280，罚了230分。理由是我们坐在车里，怕你太热，因为株洲这个天气确实太热。我应该打电话给路政，让他们赔我钱。妈，价格其实倒也不算黑，毕竟小板车起步就是200，只是原本我可以省下这个钱的。受害者不止我一个，前面也有一个。你看这个轮胎也爆了，那就是从同一个地方过来的，就是同一个地方，就那个匝道。本来我要是能叫到免费的拖车去换了轮胎，我就直接往浙赛赶了。但是一上一下等2次拖车，我时间根本就来不及了。那我越想越气，心一横啊，我索性就不去了。于是呢，我立刻就找浙赛会员日的负责人妮娜退掉了7号当天的会员日费用。我要利用这段时间找高速路政部门维权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我就得找路政部门索赔。必须找他们赔钱！我跟你说，哪怕明天有事，我都必须要找他们。我们国家的公路呢，如果因为维护不到位产生坑洼，不修复又不设置警示牌，导致过往车辆产生车损的情况下，作为车主是完全可以有权申请索赔的。只是问题来了，找路政部门要钱，过程到底会有多繁琐呢？那个，我的车在高速匝道上面碰到一个大坑，然后把胎爆了。有什么可以帮您？那个，我要举报路政，我的车在高速上面爆胎了，就是因为你们的路没修好。哎，你刚打电话给我，你是那个拖车吗？啊，是的。我现在在株洲东收费站。刚忘了。那个，我需要你们给我出具一份交通什么责任认定书，因为我的车在高速上面爆胎了。我这2条胎加起来起码6000多。哪里？那个你好，我的车在长株高速的匝道上面，那个有一个大坑，然后爆胎了，然后我要申请路政赔钱。找路政要钱，光是打电话对接的第1步就能让你有点喘不上气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每一个跟你对接的人，比如说执勤的民警、路政服务中心的客服、路政安排的具体对接人、保险公司等等，你都得需要把事情的详细经过掰开揉碎说给他们听，且每一个不同的电话你都又得重新再说一遍。哇，光是这一步就真的很让人头皮发麻。看我身后，我现在在一台拖车里面，然后身后是小米苏7，我的小米苏7。师傅，赶紧到前面那个交通执法站去，人家5点半下班了，你可能要等我几分钟。车子没锁，车子没事，车子就爆2条胎，太惨了。这也是爆胎的。对，这也是爆胎的。也是那个地方爆胎的。对。现在要进那个高速交警部门了，我估计他们不让拍。那我把里面的流程弄熟了，然后一会儿我转述给大家吧。
到了交通执法站，同样的问题未能免俗，又得重新再次复述一遍。但是这一步极为关键，因为要获得交警责任认定书并盖上章，这是保证将来能拿到钱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。而想要获得这份交通责任认定书，行车记录仪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说真的，幸亏我是个媒体人，日常就有记录视频的习惯，否则根本就没处说理去。幸亏我平常就有拍摄的习惯，我拿这个 Osmo 视频这个拍上吗？拍了，在这儿呢。所以那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呢？我这边给你开个报警证明，证明有这个事情发生啊，确认一下啊。时间是在2024年7月5号这件事啊。14点20分。地址就是那个不同里面匝道，对，有坑洞是吧？对。然后接下来的流程就是我拿这个事故证明，然后去。你打他们电话就行了，看他们具体怎么操作，好怎么讲，好吧？我们这边的这个程序就已经搞完了啊。好。我拍摄的素材还是延时素材，也就是加速好几倍的素材，正常来说是没法当正常视频使用的。不过幸亏我机智，当时我就用剪辑软件放慢了好几倍，重新导出。当然了，幸好当时执勤的民警人也挺好的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刁难我，因此我才能很顺利的拿到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。那紧接着在回到株洲赛车场的路上，我又打电话给路政部门了，打了一下午电话，最终我终于是转接到了直接的对接人，还加上了微信。本来我以为事情到这儿应该就差不多了，结果这才是走流程的刚开始。虽然我对此也早就有心理准备了，不过我还是没想到，加上微信的一开始，对接人就给了我一记强烈的下马威。我尝试着跟他好好沟通，他要什么我就立马给什么，但是沟通效率好像还是有点一般。那我一气之下呢，直接发了一个微博，结果沟通效率好像立刻就好了起来。我也不想通过微博维权的，但是架不住它确实好用啊。原本我以为可能他会忌惮于我在网络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知名度，流程会加快一点。结果呢，好吧，我承认确实是我想多了。在建了无数个群聊，对接到保险公司保险员，对接到小米汽车 4S 店售后部门，对接到轮胎供应商，对接到小米汽车原车主，也就是我的西安义父，一遍一遍重复的问我各种问题，要了无数次我的私人资料过去之后，接下来终于到了开发票的环节。结果呢，更有意思的事来了，我发票早就开好了，结果开过去没几天，他们就说我发票格式不合格，让我重开。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严格按照他们给的要求开的，结果呢，过几天又告诉我不合格，我气得直接发飙了，说我就是按照你们的要求做的发票，出错了我不管，你们自己搞定。本来呢，我只是发个脾气而已，真要是必须得重开发票，当然肯定还是得乖乖再开嘛，毕竟我现在是找人要钱，哪能真那么横啊？结果诡异的是，我发完脾气之后，发票并没有再重开，居然也就那样通过了。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比如说我损坏的2条昂贵的 Cup2R， 但是他们只能按照原厂 PSEV 的价格赔我。比如说聊到赔轮胎的事儿，他们说即便要赔，也要有一定的折旧，毕竟你的轮胎也不是全新的。幸亏我那几条 Cup2R 才刚买没多久，且展示了购买记录，否则可能又得被扣一笔钱。这些扯皮其实都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我大概其也知道这注定不会是一条平坦的路。然后在经过了无数次沟通，我给齐了各种资料之后，事情也终于进入了正常的流程期。这中间呢，我因为参加各种赛事，日常也忙，根本也顾不上询问这边的进度。但是更有趣的事儿来了，4个月之后的有一天，11月16号，这一天我突然临时想起来这事儿了，于是我问他们进度怎么样了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这个对接人说保险公司那边换了业务员，对接出现了问题，流程要全部重新走。然后他居然开始找我要身份证、行驶证之类的最基本的东西了，而这些东西我早在千百年前就给过他们无数遍了。但是这还不是最抽象的，最抽象的是这个要重新走一遍流程的事儿，其实在上个礼拜这个对接人就已经接到通知了，但是对接人说是怕惊动我不好，所以偷偷去翻找群聊，结果呢，应该是群聊的图片过期打不开了，因此呢，要不是我11月16号这一天想起来了，主动问他重走流程这个事儿，都得再重新拖一段时间。哇，这真的很难不让人血压高啊！然而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几分钟之后，这个对接人突然又告诉我，保险公司业务员又不要我这些资料了，已经付完钱了，然后你也不知道。对，他也没讲，他换了一个人，他已经付完款了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保险那边还在这里要资料。
于是我就立马去找到我那位西安的义父核实，结果这笔钱呢，居然在3天之前的11月13号就已经打了，就打在我那个小米汽车原车主账户上，也就是我的那个西安义父账户上。但是保险公司业务员根本就不知道，因为没有人通知他。换了人之后就更加没有人知道进度，那对接人也不清楚，因为也没有人通知他，所以才闹出了钱都已经打完了，但是底下的保险业务员跟路政对接人都不知道，还以为要重新再走一遍流程的抽象的闹剧。说真的，这着实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草台班子了。当然了，我猜一定是临时工干的，正经的路政部门怎么可能是这个效率呢？他们肯定是时时刻刻想着为车主服务的，对吧？那不知道大家看完我这个索赔流程有什么感想？怎么说呢？其实中途一开始我甚至一度有一点点后悔来搞这个索赔了，过程真的是极其漫长且繁琐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故意的，就是要用这种磨光你最后一丝精力跟耐心的方式，让你知难而退放弃索赔呢？还是这中间真的是有很多意外，但是他们的流程又还有需要优化的空间呢？总之呢，就光是打这一次交道就已经把我给搞怕了。但是后来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坚定一下我的决心。假设，我说的是假设以后我如果不幸再碰上这种事情，我觉得不管再麻烦，我也一定还是要坚决的去维权，因为我觉得就得人人都有这种坚定的维权的思维，可能高速路政部门才会重视高速公路的维护，还大家一个更好的路况。相反，如果大家碰上这种事儿都自认倒霉，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怕麻烦的态度，那么高速公路的路况可能只会越来越差，路政部门的索赔流程可能也只会越来越繁琐，最终我觉得害的还是大家。那希望我这期视频呢，能对广大的车主们有一点点参考，但是我同时也衷心的期盼，对于这期的这个知识，大家最好是永远都用不上。那 OK， 本期的小米苏七番外篇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我是堂主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